超多雀斑的吧？但我蛮喜欢我的雀斑的。先让你泡咖啡。咖啡配坚果，很棒。然后呢，跟你们说，这台其实是我朋友，因为德国常常会有那个，有人就会把自己不要的东西放在路上，然后就送给别人，它上面就写"zu verschenken"。然后他就放在路上，那都是好的东西，我朋友帮我捡到的，所以我拿到一台免费的咖啡 machine， 开心。哎呦 ，cheers！ 嗨，再一次，嗨，啊。真的很爱咖啡。嗨，大家，其实呢，我想要录这个影片很久了 ，like 从1月1号开始，我就一直很想要录，可是我一直想要，新的一年我想要把影片拍得完美一点啊，我想要有比较，可能有剧本啊，或是可能有一个什么，例如就稍微有脚本或是什么 ，like 我想要更好。可是我后来发现，我越是想要这样，我越不会做，所以我就决定了，今天就给它录下去。我也不多想了，我也不多规划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再这样下去，我就不会拍片了。So yeah，哎呦 ，sorry， 调整一下。我今天想跟大家聊聊，因为我前几天看了我自己在一年多前拍的32岁归零的影片。哇哦，I came a long way， 时间过得很快，然后很多可以分享的，但其实也没有很多改变。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，这裤子怎么有点紧？没事没事，我泡了杯咖啡，跟你们聊聊。关于我要写脚本、拍出更厉害的影片这件事情，我们就继续努力。但我今天就还是用我平常的方式，聊聊天。我觉得这好像是我最擅长的，因为我最近有在想要拍短影片，因为我有很多想法想要分享，或者我有一些最近在看书的一些我觉得名言，就是觉得很厉害的东西，想要拍成短片。我发现我话太多，那个短片根本没有办法，就是我怎么样都会讲超过2-3分钟。但那影片像是 Instagram 影片，大概就是90秒。所以挑战。But anyway， 好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32岁归零，我现在33岁，算是起步吧。算是有点终于落地的感觉，就是好像在32岁在跟你们分享的时候，好像人在飘。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然后好像什么都没有，但却好像什么都有的那个时候。因为我后来看我的影片，我那时候也讲了，我说我好像什么都没有，可是我却很满足。我觉得我现在也是，我觉得我是一个，我人生走到现在33岁，我终于可以，你问我说你快乐吗？我可以跟你说我很快乐。以前小时候，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快乐，我永远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好。永远就直接觉得快乐，我没有这些，我哪里快乐了？但我现在来到了一个点是，没有，我心里很满足。当然人生中会有一些挑战
跟一些怪兽要打，那个当下可能我不是快乐的情绪，可是我的内在是快乐的满足。对，所以像我最近就看，因为最近世界真的是哇哦，很多事情在发生，然后很多对是蛮感伤的。然后我就在想，如果今天我家被烧掉，好多所有东西都没了，我 OK 吗？我快乐吗？当然我没办法100%的去给你一个答案，但是我当时就想说，好，如果现在有我家失火，整个火要烧起来了，然后我要拿东西，我要拿什么走？什么是重要的？其实没有几样我会带走，所以这表示我对于这些物质并没有太多的那个like attachment, which is good。我觉得这蛮重要的。我觉得你的快乐跟你的满足跟外在的所有的事物不应该有任何关系。但当然这东西不简单，我现在讲的这样，我也是前几天还在哭啊，上礼拜月经来也是大崩溃啊，情绪崩溃，在那边就是情绪就剥，就像洋葱，我觉得人生就是洋葱，就一直在剥。上次跟你们分享，我就在剥洋葱，现在还是在剥洋葱，一层一层的把自己剥开，把一些没有需要的负担剥掉，一些没有需要的价值观剥开。对，所以为什么会讲到这边？你看，这就是没有剧本的我就会这样一直讲，一直讲。好，那32岁的时候归零，我很开心，那时候给自己勇气归零。我这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每年大家在跨年的时候，我不会出去，我从来不跨年。我跨年就是我自己的时间，跨年那一天我就会在家里拿我的笔记，写下我2024年每个月发生的一些事情。例如我1月开始驾训班，然后2月、3月、4月，然后6月考到了那笔试驾照。7月买了，然后7月拿到驾照，7月底买了车，8月反正就是一个把我去年做的事情写下来。我突然觉得哇，默默的好像成就了很多事情。那个当下你不会觉得，但是我默默的达到了一些我想要达到的目标。默默的在去年拿到了德国驾照。买了一台手排车，学会了开手排车，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房子，给了妈妈一个住的地方，因为我这个房子有多一个房间，那就是妈妈的房间。至少我妈她现在有一个家，当然这东西不是永久的，但她至少在这段时间是有个地方的。这件事情我其实很感谢，我做到了。然后归零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工作约，现在有了一个工作约。当然，这个工作并没有办法，没有很大的薪水，那个比例就是薪水跟支出其实就蛮平衡的，因为这边房租啊什么的，就是其实我常常还是会比较说，以前跟卡达是不一样的嘛，因为在卡达你其实不用付房租，不用缴税，什么都不用，你就是实领你的薪水。但在这边就不是这样子嘛。我就是拿一个薪水，然后付掉一大堆很多房租、水电、瓦斯什么的，就差不多也没有多少钱了。但是我还是很感谢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份工作，然后这份工作也让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去拍影片、去进修，所以工作上算是起步了。当然我没有所谓的，我好像没有这个因为这份工作而，怎么说？就是我也没有那种 Oh my God， 这份工作让我很快乐，没有，我的快乐就在那边。那这份工作就是家属在上面，我很喜欢我的工作，我很幸运，因为好像很多人都很不快乐，也不喜欢自己的工作。那每天在做这件事情，
那每天在做这件事情，就是我觉得工作是你人生中的一大部分欸。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工作，那你真的该换工作，因为这是你人生的一大半辈子都在工作。So 我很幸运，现在的工作我很喜欢，我有很可爱的同事。当然没有每天都完美，也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。可是总体来说，我很喜欢我的工作。健康这一块，我上次好像说我想要吃素，我现在对于这个吃素不吃素好像没有太多的感觉，就是我没有很常吃肉，但是有时候会吃个鸡肉，但我也没有想要给自己贴标签说哦我吃素，好像没有想要贴标签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很多事情我现在好像都是就是去年归零，剥出洋葱剥削了，现在好像就是让那个洋葱这样子，我也没有想要去强迫太多事情，因为以前的我好像就会觉得应该要这样，应该要这样，应该要这样，现在我会觉得反正就是这样。反正我觉得去年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宇宙会照顾你这件事情。一整年我其实就是一步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在走，可是我觉得宇宙一直在给我制造机会，让很多事情 fall into place。就是我慢慢的在走，可是他好像就一直在降一些礼物给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好踏实的考驾照，然后在那个过程中，我认识一个男生，然后那个男生见了1-2次面，后来就没见面了，也没有。但是在那次见面的时候，有聊到说他隔壁房子的朋友要搬走，但那时候的我其实没有能力去租那个房子，因为你租那个房子你需要开车，因为他就离我公司就更远，我搭车会更崩溃，因为我以前是搭公车、火车去上班，所以我就认识了一个男生，知道了有这个房子，但是我没有车，我没有能力，所以我就也没有多去想。然后，但是后来就一步一步走，我考了驾照，买了车。我买了车之后，想到他的房子，我说：“你隔壁那房子还是空的吗？”他说：“空的啊。”我说：“我想看。”我一来看，我爱上这个房子，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，价格也不高，3个房间，在一个很 nice、很安静的地方，是我开车去上班是 perfect 的 timing 的，所以一切的一切，所以然后后来我跟这个男生当然还是朋友，可是他就后来搬去跟他女朋友住在他就搬走了，他本来要住隔壁，他后来就搬走了，所以我觉得生命。宇宙就让我降落了这个人，让我认识他，让我得到了这个房子。他把房子交给我之后，这个人就搬到别的城市，就是他送了礼物给我就离开。就是如果我没有买到车子，我其实不可能有这个房子。反正就是一切的一切，就是很流畅的发生。所以我在2024年没有做什么大事，可是我觉得我好像落脚了，我好像终于踩在地板上。有车让我有行动能力，有自己的住宿地方让我有一个安定的地方可以休息。就我觉得这2件事情已经很大的成就感了。所以归零不简单，但归零后你没有任何的太多的限制的话，其实宇宙会帮你把路铺好。So yeah， 很感谢。然后还跟你们聊了什么？转一下。关于感情，好像上次有跟你们分享我跟初恋嘛分手。老实说，我觉得当你真的很爱一个人，如果你可以马上跟别人交往，那我觉得你应该是没有真的很爱那个人。虽然我跟初恋已经分手很久了，那我觉得在2024年我还在经历疗伤、接受。听起来蛮可笑的，很多人就说你赶快就是 you know， 反正都结束了。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，我觉得我很重感情，我把很多爱给了他，就是我这段感情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所以我在2024年的时候就是在经历一个与自己还在经历一个疗伤跟与自己的沟通，感情这一块，我其实很感谢我与前任。初恋这一段感情，我很感谢我拥有了这个故事，满满的爱，让我有了这个非常非常坚定的知道感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 experience。但是现在2025年，我完全想要一个人。今年是我的年，我想要我自己，我想与自己
做最好的朋友。我不想要担心哪一个男生喜不喜欢我，或是焦虑他怎么没有回我讯息，或是 Oh my God， 我不想，我想要我自己一个人，我想要今年是我的一年。我觉得我终于来到那个洋葱剥落到好像稍微爱自己一些了，稍微更懂自己一些了。我想要 keep 这个 peace， 然后更专注在与自己的 peace 和解，然后与自己的幼小的心灵更了解自己吧，更与自己成为一体的那种感觉。所以2025年是我的年，我自己一个人我很开心，很快乐是这样，很快乐我选择了自己吧，很快乐我放下了前任，然后接受了他跟我就是我们的那一页翻页了。那现在我选择了自己，因为我以前好像都会选择他，我以前会把他放在，他以前是我的 priority， 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会先替他着想，我会先就是以他为主，我会先希望他好好，就是我做这个行为，希望他可以就是 OK， 就是一切的一切我都是替他着想，我都没有替我自己着想过。我最近领悟的时候，我想说哇，你都替别人着想，都没有在替自己着想雷缇娜。所以今年2025年是我的年，我要替自己着想，我要以自己的感受为主，我要照顾到自己先，自己的感受先。当然我不会去伤害别人，那我觉得我需要先把自己放在第一，这是我今年对。那还有什么？我刚刚还想讲什么？对，所以感情这件事情没有兴趣，完全没有兴趣。然后我现在的年纪33岁，其实卡在一个很尴尬的年代，我有点尴尬，就是好像我的朋友都生小孩了，结婚生小孩，然后我没有嘛。然后现在的年轻人好像也都很早结婚生小孩，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年代差距。我们这个年代的人，我们也该怎么办？就是我们这33、30岁的人是31、32，like 没有生小孩结婚，就是我觉得我卡在很奇怪。然后很多什么22岁、23岁，现在也都很早熟，我都觉得我这个阿姨都比这些早熟的妹妹们然后还年轻，不是说长得年轻，是那种状态的感觉。我没有想要结婚生小孩，我朋友们他们结婚生小孩，我觉得很棒。但我以前觉得很想要结婚，很想要生小孩，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人生的完整嘛。现在不会了我现在反而觉得，为什么要生小孩？Right？ 我唯一会想要生小孩的原因会是，假如我遇到像我跟前任、我的初恋这样，我们很爱彼此，然后我真的很爱这个人，爱到我想要知道我们两个爱的结晶是什么。这是我唯一会想要生小孩的前提，就是我想要知道我们爱的结晶是什么。可是我不会为了生小孩而生小孩，因为最后，你知道我现在看我妈妈，我跟我妈学到很多，我觉得当父母很辛苦。你知道你把小孩养那么大，现在我也是个个体，我妈也是一个人我爸不在了 ，you know， 你最后只剩下你跟你的伴侣，所以你跟你的伴侣还是必须是最好的朋友。常常会结婚后就会忘记伴侣之间的关系，然后就一切重在小朋友身上，然后失去了彼此之间那个爱，然后小朋友，然后一切都是小朋友。当然是要一切都是小朋友，可是 I don't know， 我就觉得，好，帽子掉了。对，所以我对于这东西，我最近就在探讨，为什么要生小孩？为什么你们会想要生小孩？我觉得小孩当然很可爱啦，然后当然我也许以后遇到一个非常非常爱的人，我一定可能也会生啊，我没有说不会，但是对于现在单身的我，蛮好奇。我觉得生小孩是一个人生经历，我如果会想要有这个经历，我就会去做。但你没办法控制你的小孩。最终还是你跟你的伴侣要走一辈子。那小朋友就是你跟伴侣的爱的结晶，要记得这件事情，不要忘记。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讲到这个，反正可能我最近看太多小孩了吧，然后觉得大家好像有小孩之后就是完全都没有自己的时间了，我觉得真的很心疼。
我希望如果未来有一天，也许 maybe 不知道生了小孩，我一定要每天都有自己的时间，就是爱自己这一块，抽离，然后爱自己。因为妈妈们常常会把一切都给小孩，忘记你自己是谁了。No， 我现在真的觉得看到我妈，我也觉得，当然她生了4个，然后她现在跟我住，很开心，我给妈妈一个家，我很开心。但是我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是我没有耐心。这是我很大的问题，我觉得对我妈妈很不公平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觉得我很容易，就是我凭什么对我妈发脾气？到底凭什么？但是我就是很多脾气，看不出来吗？但是我跟你说，我就是很奇怪。但我觉得是，我真的很深深的相信是我们是镜子嘛，所以我对我妈没耐心，就是我对我自己没耐心嘛。那我就会觉得哇，你看我妈生了4个，现在我们大家都，我当然我还是要创造我自己的人生，所以妈妈也要创造自己的人生。那如果你就是这东西很难你知道吗？你给了20年的时光给你的小孩，后来小孩长大他不需要你了，你要回归自己，然后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？就是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课题。但我最近就是对于感情这件事情，就是今年是我的年。今年是我爱自己的一年，那我没有需要任何人来打扰我，真的，真诚的，完全，我觉得你来到一个这样的领域，还蛮值得骄傲。因为以前的我可能就会觉得，当然是在前任，在我初恋之前，我初恋教了我很多，所以在初恋之后，我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但在初恋之前，我其实是很需要人家关注啊，就是有没有人喜欢我 ，you know。现在我才不 care 你喜不喜欢我嘞，我觉得你不喜欢我是你的损失，你看不到我的价值也是你的损失。我觉得，而且我觉得现在的男人，我觉得我真的应该活在中古以前的年代，就是大家不管男的女的啦都一样，但我们大家都想要速食的爱情，都没有人想要真正的浪漫，也没有人要真诚的对待彼此。我对于这种东西，我真的是觉得。不用浪费我时间，我想要真诚的被对待，因为我也是真诚的对待别人。所以你要来跟我玩游戏，我也懒得鸟你。所以 you know 这种我来到这个领域替自己开心，因为我以前不是这样。OK， 讲了那么多屁话，我到底在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才说我没有写剧本，是个很大的问题，因为不然我的影片都那么长，谁想看啊？还有什么关于人生？哇！我上次那支影片我还讲了3观，哇！我现在还蛮不一样的是，我还是很清楚的在看世界的一切发生。我也对于阴谋论很有兴趣，我也觉得阴谋论正在发生着。当然，没有人需要，这是我感觉，这是我观察。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更上一层楼，是因为。我觉得我没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只能改变我自己的宇宙。所以我现在的努力是让自己有爱的能量，那让我身边的人可以有爱的能量。我能改变的就只有我身边这个圈。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正能量，我们才能帮助这个世界。因为这个世界现在有一个很大股的恶势力在 take over。如果你真的可以看破，你会看见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，他们超强。所以我是觉得这东西很有趣。然后我觉得看破它，以前的我会觉得这世界怎么会安呢？但现在的我觉得好，那个是一个他们在想要创造的世界。可是我觉得我们有 power 去创造我们要的世界，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保持那个正能量，保持那个你自己内股，你想要什么样的未来，你想要你的小孩拥有什么样的未来，你想要我们的未来长怎么样，我们就要用那个东西去 manifest 叫做显化。所以当你可以相信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就可以发生。所以我现在就是选择相信善的力量，好不好？相信人就是善良的，我们人类是互相的，是连结的，我们这个世界可以越来越好。所以
阴谋论在那边，我也看见它在那边。有时候我会蛮有兴趣去看这个东西，然后去发现说，哇哦，这个皇子也是，他们也是蛮厉害。可是我现在就不太会去跟那个东西连接太多，反正我就是把自己照顾好，然后做我想要做的选择，然后选择我需要选择的人在我身边，选择我自己的环境，选择我的圈子。那把我的圈子照顾好。如果你们也是我的圈子，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，我们大家就是善的力量去照顾好彼此，那个善的力量连接起来，我觉得世界可以更好。对啊 ，I don't know what I'm saying， 我在欧北讲呢。Yeah， 所以总而言之，现在33岁，今年迈入34岁哦。哎呦，真是怎么会这样？但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。你们看我这样乐观的，我告诉你没有，我也是常常在哭，我也是常常在在难过。但是我的难过常常不是因为什么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很多情绪累积，跟很多多年下来的伤痕是需要被疗伤的，这不是一天可以修理的。所以我是一个很多情绪的人，我也很多情绪在发泄，可是我知道怎么去调整。我觉得我很大的福气，我也很开心的事情是，我本人，我的这个个体是很快乐的。我有很多情绪会轰过来，那我会去接受它，然后我就会去跟它面对。那个面对不是简单的事情，那是坐在那边哭。有时候我会特别焦虑到我会需要跟你说，我会就肚子痛。我知道看不出来，但是我就是因为过来人，我才有办法觉得我可以帮助别人。因为如果我没有经历过，我不觉得我可以帮助任何跟我感受一样的人。我就是因为我自己有这些感受跟情绪，我才有办法去感受到你们的情绪。我是一个对情绪很敏感的人，所以我会马上知道这个人现在状态不是很好，这个人能量现在是怎样。我有很大的问题，有时候当我可能突然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会突然一个焦虑，就是我很冷静，可是我会肚子很痛。然后我就要开始做呼吸运动，我就开始坐在那边，然后开始，就一直这样，然后就突然会觉得说，哇哦，这是一辈子的课题，与自己的情绪，与自己这个个体去连接跟共存，是一个一辈子的功课。所以你看我这样子，我每天都在做很多的功课。你看我这样子，我其实每天都在面对很多自己的心魔。你看我这样子，其实对啊，我很开心，我也很快乐，我很踏实。可是那个心魔还是会出现，那功课还是要做。所以33岁的我，今年我选择了自己，今年是我的年，今年是爱自己，今年是我我自己想要好好踏实的。对啊，就是 be me，you know， 不想再为任何人而改变什么。然后今年希望可以更多耐心，因为我觉得，尤其是跟妈妈住，我有一个镜子在那边提醒我说，我超级没有耐心，我对我妈超级没有耐心。这件事情，我对于自己非常生气，我非常不喜欢自己这样，我觉得自己这样很不应该。所以我这个功课我有在做，也是一个很好提醒，就是今年2025年。33岁要进入34岁，我期待自己更有耐心，对自己更有耐心，对妈妈更有耐心，对一切的一切更有耐心，更相信这个宇宙是照顾我的。今年我想要，退一步，让人生 flow， 就是让这一切就是像流水一样的发生。相信做我该做的，当然每一步我还是有在走。但是其他就是让流水带着走，然后我希望我们大家，我希望我选择爱，而不是选择恐惧。我觉得我们活在一个充满恐惧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永远都在担心这个，担心那个，这个怎么样，那个怎么样 ？Oh my god， 这个没做到会怎么样？我们永远都在担心。我常常那个焦虑出现，就是因为我开始担心未来，可是未来不存在，
是我脑中创造的一些问题。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选择爱与相信，选择这个人生，它一切，我真的相信这句话，人生一切的发生都是为了你而发生，人生一切的发生都是为了你的好，你的故事而发生。这东西听起来很抽离，可是你只要这样想，你其实会让一切，你就会让一切就这样发生。今天车子抛锚 ，OK， 这件事情发生有它的原因，那就让它发生。好，我们面对，我们处理，没事。或者是今天航班被取消，你本来要去的地方，没关系，这件事情发生了，就是它有它的原因，它在你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发生了。选择爱与相信，而不是选择恐惧与控制。像我觉得新闻，我从来不看新闻，我从来没有看过新闻，是因为那个东西太负面了，我没有需要这些负面的能量。你觉得是事实吗？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事实，这东西不是在你面前发生。所以 ，again， 选择爱，选择，对，我真的觉得故事是我们自己创造的。我的人生故事是我自己创造，你的人生故事是你自己创造的。我其实在今年也学到很大的一个课题是，我脑补出很多问题，常常很多事情并没有发生。我自己已经开始在脑补出一些故事，这些故事根本不存在。然后后来到了那个点的时候，我那个故事根本就没有存在。所以脑补这件事情很可怕。我现在学会我的脑讲的声音，叭叭叭叭叭这边呱呱叫，我不会去听，当然很困难，因为它在那边叫。可是我会先放着，然后我不会去相信我脑子讲的话，因为我脑子讲的话都是一些old program 很老的设定，一些对，就是都是恐惧，所以我现在会选择就是 let it be。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一集在讲什么，但我就是上来跟你们讲话，因为我很想讲。然后2025年新的开始，我觉得今年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，因为我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自己。然后我选择了自己，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，是因为我选择了自己，我不再为别人而做任何的选择，我选择自己。所以希望这个 coffee time chat， 这个咖啡聊天室，2025年咖啡聊天室有给你们一点点的启发，然后也谢谢你们陪了我这一年。从我归零到现在，其实你们也给了我很多的陪伴。那我觉得，当我分享一些东西，你们有共鸣的时候，其实我也会得到那个正能量的，是互相的。所以，谢谢你们存在，然后，谢谢你们愿意让我分享最真诚的一切。So yeah, so yeah, oh my god！ 我写笔记说，我不要再说 so yeah。还有跟你们说，还有2025年，我希望自己可以减少道歉，因为我的习惯 always 永远都在道歉。不好意思对不起，这是我不知道哪里学的，反正我就是超级这样的一个人。就是我德国朋友他们也说，你干嘛一直道歉？对，没有需要一直道歉。然后我也很习惯性的想要去解释自己。我也希望在2025年，我可以更 aware， 有察觉这件事情，然后减少这件事情，因为很多时候没有需要道歉，因为我是口头禅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you know like 干嘛一直道歉 ，right？ 好，又跳来跳去。Anyway， 看我下一支影片要拍什么 ？I don't know，but 期待更多这样的分享吧。我觉得这样的分享其实是对我来说最自然的状态。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影片太长了，但没有关系。So 我们要怎么做一个 ending 呢？期待下一集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感觉要转一下圈耶。好了，拜。